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美国航空航天的工程师分析说高超音速攻防战的细节里面呢，能够看得出来东风27不好防。5月16号，俄军用多枚匕首导弹袭击并且摧毁了部署在基辅的爱国者导弹基地，这引发了国外对高超音速导弹攻防手段的讨论。而中国中北大学研究人员对高超音速导弹打航母的设想，那更是让这场讨论更热闹了。5月26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航空航天工程科学教授伊恩·博伊德撰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高超武器的分类和威胁。他的结论是高超导弹目前还是拦不住的，美国最好发起国际裁军来限制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和使用。他对于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做了更详细的划分，提出了3种概念，分别是航空弹道导弹、滑翔弹和巡航导弹。航空弹道导弹呢，就是把导弹用飞机投射，用火箭加速到高超音速，然后按照弹道飞行。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就是典型的型号。滑翔弹呢，是用火箭助推到高空，然后滑翔到目标，途中采取机动弹道。典型的型号包括我们中国的东风17、俄罗斯的先锋或美国海军呢正在研制的常规快速打击系统。在这个领域，中国比美国是更加先进。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是用火箭加速到高超音速，然后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来维持速度。由于它采用吸气发动机，因此主推火箭的尺寸呢可以更小一些，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小的平台来携带和发射。中国和美国都在开发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美国的 X-51A。这3种导弹当中第一种可能被拦截一部分，而后2种呢还没有拦截的可能。如果要击落飞行器，无非是追和拦2种模式。所谓的追，就是通过探测对方的红外信号或雷达反射信号，从后面追上去把它击毁。这就需要拦截导弹比目标飞得更快。所谓的拦，就是从正前方或者是侧前方向目标迎头冲击，用直接撞击或者是爆炸破片杀伤的方式来摧毁目标。这就需要能够预测对方的航线，计算出双方相遇点，并且拦截弹的机动能力要比目标强很多才能做得到。爱国者3呢，虽然能够少量的拦截匕首导弹，主要是因为它的弹道后段没有什么机动变轨的能力，有很大的可预测性。拦截弹呢就可以根据预测出来的弹道实现在航路上的迎头撞击，但即使是这样，拦截的难度也非常大。5月16号，爱国者导弹系统被大量的击毁，就证明了使用这种原始的高超音速武器也不是好对付的。更先进一层的助推滑翔弹，显然就不是现有的反导系统所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是追还是拦，都显得不太现实。如果是追，那么拦截弹也需要飞到高超音速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弹头与空气的摩擦生热以及空气电离所产生的等离子壳体，无论红外导引头还是雷达导引头都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根本看不见目标在哪里，所以追是追不上的。美国方面呢，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追击的反高超武器系统。那再说拦，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机动能力是比较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飞行速度太快，气动控制面的响应很差。然而就这么一点点机动能力，也超过了当今反导系统的能力范围。拦截弹同样需要极高的速度，就算到不了高超音速，也要相差无几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中国和美国都已经把这样的技术用在了反导拦截弹上面了。在工程实践中发现即使拦截传统的没有机动能力的弹道导弹也很勉强，拦截高超音速的滑翔弹成功的可能性更是渺茫。外界认为中国正在研制一种叫做东风27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它把东风26的射程和东风17的高超音速滑翔能力结合起来。这样的话，美国即使是在关岛地区部署好几层反导系统，包括萨德、岸基宙斯盾系统和爱国者系统，也抵挡不住。最难拦截的当然是最后一种，也就是正在研制之中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的速度虽然比不上弹道导弹，可是它所飞行的这个高度层，目前全世界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预警监测手段，而且它把高超音速飞行和灵活多变的弹道相结合起来，是当今所有反导系统都对付不了的。伊恩·博伊德认为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已经对美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建议美国及其盟国应该迅速的装备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然后要求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其他的国家开展谈判，要制定管理这些武器的外交途径。美国防长奥斯汀急着会见中国防长，
这可能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